在去往首都军区的绿皮火车上，男人没忍住，哄着白里透嫩的小姑娘成了真夫妻。整整7天7夜的火车，临到站时，小姑娘才满是依赖的靠在他怀里嘘嘘睡着，男人的心都跟着软了。他没想到，只是帮首长去乡下接亲生女儿回家，就给自己接回来一个娇滴滴的乖媳妇。想到小姑娘的诱人模样，寡了30年的糙汉不禁红了耳根。乖，到了首都，我就去打报告申请结婚。而他不知道的是，沈清一是穿越的，本该被车撞死的他，一睁眼竟然穿成了看过的年代文中同名同姓的恶毒女配。书中原主是首都首长的亲生女儿，但出生就和女主报错，直到18岁那年才被从乡下接回了军区大院。不仅如此，原主还绝望地发现，替代她的沈若兰聪明又优雅，是整个沈家的宝贝。为了能多剥夺一些家人的关注，原主就忍不住开始针对沈若兰，但每一次的结果都是自视恶果，丑态百出，弄得沈家人对她失望透顶。后来原主又希望嫁个厉害男人压沈若兰一头，她看中了大院子弟中最有前途的顾晴川。我喜欢你。追求被拒后，他就给他下药，妄图生米煮成熟饭。可男人凭借强大的意志力没让他得逞。后来事情败露，他更是声名狼藉。原主又见沈若兰跟男主程景行走到一起，他便想让一群小混混毁了他，结果却是自讨苦吃，被这群二流子凌辱致死。想到书中悲惨的结局，沈清一狠狠地打了个哆嗦。他警惕地打量着周围，一抬脸却看到了浑身湿透的顾晴川。女人背脊上的汗毛瞬间竖起。他记得书中的这个情节，原主因为生得太美，被村子里的二流子惦记，被拒绝后，那二流子不知道从哪里提前得知了他要被接到首都的事，竟然给他下药，想在河边树林强睡他。原主不甘受辱，跳进了湍流的河水中，而救下原主的就是他原本最想攀附的青年才俊，也是书中男主程景行背后的大佬顾晴川。想到这男人冷酷无情的手段，沈清一只觉得浑身冰凉。书中顾晴川救人后就离开了，原主什么都没做都被他厌恶。那刚刚自己强吻了他，还妄图对他霸王硬上弓，这下肯定对他深恶痛绝。清醒了。听到顾晴川那清冷疏离的嗓音，沈清一指尖又狠狠地颤了下，尤其是看到他身上被他撕烂的背心后，他更是想一巴掌拍死自己。女人着急忙慌地从衣兜里掏出2块钱，对不起，我刚才不是故意的，这是给你的补。最后一个字还没说出口，沈清一就看到这2块钱竟然刚好顺着他的腰间滑进了男人的人鱼线里，他尴尬的脚趾头都麻了。我不是故意把这2块钱塞进去的，我好像不小心扯坏了你的背心，你拿着这钱再买一件吧。说完，女人连忙从地上爬起来，逃也似的离开了。这边沈清一刚消失在远处的村路，方便完的程景行从树林深处走了出来，他疑惑地看着浑身湿透的顾晴川。大表哥，你身上怎么回事？男人微微有些不自在，他当然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被女人强吻的事。去河里捡了件东西。程景行总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捡什么东西嘴唇会破皮，衣服还会裂开，甚至腿间还变得不太正常，但他还是有点怵这位性子极冷的大表哥，不敢再多问，也连忙跟着往前走。这段时间他们在附近办事，恰好沈家找到的亲生女儿就在前面的村落，所以就受沈军长所托，顺便把沈清一接到首都。盛夏6月，麦浪一片金黄，闻着淡淡的麦香，两人很快就到了沈清一家门口。沈清一刚进院子，你这是怎么回事？赵赖子那会欺负你了是不是？沈清一是第一次见张巧慧，但可能是因为他有原主的记忆，被这么握住手，他并不觉得排斥。见女人急得眼圈都红了，他连忙轻声安抚：妈，我没事，他没得逞。闻言，张巧慧微微松了一口气，只是看到女儿这副模样，女人难受的眼角一片湿润。怪我和你爸没本事，护不住你，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知道你亲生父母派人来接你了，到时候你去了城里就别回来了。这是那种让男人动情的药，你到了首都一定要攀上个有权势的男人。来接你的那个顾晴川就不错，我听说他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团长，你就给他下这种药，等你俩生米煮成熟饭，他就必须得娶你。沈清一肯定不可能给男人下这种药，但他知道去首都嫁个好男人是张巧慧这个乡下女人能想到的最好的出路。他不想让养母担心，还是接下了这一大包药。破旧的木门虚掩着，顾晴川和程景行过来的时候，刚好听到二人的对话。程景行一把就将顾晴川拉到了胡同口。这个沈清怡真的太恶心了，沈叔赵姨那可是顶顶好的人，怎么就生出这么个不知廉耻的女儿？我才不要跟这种作风不正的女人一起回首都，我还有点事儿。大表哥，我就先走了。说完，程景行就逃也似的往村外跑去。他跑得这么急，还有一层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和沈家订过娃娃亲，他得赶快找出电话亭给爸妈打电话，让他们去沈家退婚。他程景行就算是娶一条狗，也绝对不会娶这种不三不四的女人。顾晴川的脸也黑成了锅底，那女人接过的那一大包药都能要一头大象了，他都不敢想，若他给自己下那么一大包药，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认出了沈清一是他刚才救的那个女人，本来就对他印象特别差，现在更是对他厌恶到了顶点。但自己向来重诺，既然答应了沈叔赵姨会把他接回去，那这一路上他就会保证他的平安。顾晴川沉着脸折返回去。沈清一熟知这本书的剧情，沈若兰有女主光环在，去了首都只怕她的前路万分凶险。可若她留在乡下，肯定会被在乡下颇有势力的流氓赵赖子欺负。最终她还是跟顾晴川一同离开了。去火车站的路上，男人半句话都没跟她说，沈清一也懒得自讨没趣。两人在火车上的座位号在最后一排紧挨着，女人以为上火车后他也不会跟她说话，哪知自己刚坐下，就听到了男人那警告意味十足的声音：到了首都后不要动歪心眼。顾晴川向来惜字如金，可看着女人这副不言不语都像是在撩人的模样，他还是又加了句也别随便勾引人。女人抿了抿嘴，但想到今天
天的所作所为，倒也没生气。他仰起脸，颇为真诚地看着他。你放心，我不会勾引别人。不过男人已经侧过脸看窗外的风景了，一副不信他的模样。沈清一也不再浪费口舌，只是默默地往外挪了下屁股，与他保持距离。火车轻轻摇晃，很快女人就迷迷糊糊睡了过去。顾晴川正看着窗外的风景，忽而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枕在了自己的肩上。他下意识转头就看到了一截鲜白的脖子，男人忽然就觉得有些口渴，他红着耳根将脸别向一旁，正想与他保持些距离，就感觉到一只绵软的小手钻到了他的腹肌上。顾晴川一下子就僵住了，他铁青着脸将外套盖在自己腿间。沈清一，把你的手拿开。前世的沈清一习惯抱着一只超大的毛绒玩具睡觉，但此时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的卡皮巴拉硬得要命，他忍不住狠狠地抓了几下，想把它抓软。谁知他正卖力抓着，就听到了顾晴川的声音。他这也才意识到前世的他已经死了。女人蓦地睁开眼睛，就对上了男人那双冷酷的眸子。他狠狠打了个哆嗦，慌忙解释的话还没有说出口，男人就已经拿起外套走远了。等火车到了站，顾晴川把他送到军区大院后，就直接回了部队。此刻一大家子人都等在了大门外。原主最初是被沈若兰的亲生父母养着的，但他3岁的时候那对夫妻就去世了。同村的张巧慧、沈继军心肠好，收养了他。也是因为沈若兰的亲生父母已经不在了，哪怕知道抱错了孩子，沈维军夫妻也依旧让他留在了沈家。远远的沈若兰就看到了沈清一。其实今天下午他收到这女人已经到了火车站的消息的时候，沈若兰是震惊的。她之前怕沈清一回来跟她抢爸爸妈妈和哥哥，就让人去乡下打听了不少事，知道村里的二流子赵赖子一直觊觎沈清一，他还悄悄让人告诉了赵赖子沈清一要回首都的事。他以为那个二流子会占了沈清一的身子，把他留在乡下，不曾想这女人竟然还是来了首都。胡同中除了沈维军等人，还有不少大院子弟，他们大都是沈若兰的好友，现在等在这里也是为了看沈清一的热闹。此刻还隔得有些远，只能看见他身上穿了件打着补丁的花布衣服。沈若兰那一众好友忍不住议论纷纷，真是土死了，还穿这种衣服过来。他在乡下长大，整天风吹日晒的，脸肯定也又黑又糙，丑得没法看。这种土包子给兰兰提鞋都不配。不过沈若兰那位小姐妹话还没说完，就看清楚了沈清一的脸，刹那间大家都愣住了，过了10几秒钟才缓缓回神，注意到沈若兰脸色不太好，都纷纷开始默契的找借口。好看是好看，但她没文化。对，我听说她连小学文凭都没有，咱们兰兰可是高中生，跳舞还那么好看，还连兰兰的脚趾头都比不上。沈清一隐约也听到了众人的议论声，他承认原主的确连小学都没读几天，但前世的他却是以文化课、专业课双料第1的成绩，考入了全国最好的舞蹈学院。赵秀芝也看到了他眼眶有些酸胀，他想好好抱抱他，但为了不让沈若兰难受，只是轻轻握住了沈清一的手。依依，我是妈妈，这些年你受苦了。见妻子眼眶泛湿，沈维军也止不住的红了眼圈，他小心的擦去赵秀芝眼角的湿意。坐了这么久的车，依依肯定饿了，咱们先回家吃饭。众人转身进屋入座，刚坐下，沈维军就向女人介绍：依依，这是你小姑姑，这是兰兰，兰兰比你小1个多小时，以后她就是你妹妹。沈清一小姑姑沈南芳也是沈家的养女，自从她丈夫去世后就一直住在沈家，也因为都是养女，所以她格外喜欢沈若兰。至于沈清一，她都不愿意拿正眼瞧她，她嫌恶地对着沈清一翻了个白眼。一旁的沈若兰则是友善地喊了一声姐姐。沈清一对着沈若兰点了点头，心下却是一阵叹息。原主从乡下长大，生活贫困就算了，还要整日担心被村里的二流子欺辱，被接来首都看到顶替自己人生的人，穿着仙女一样的裙子，而且马上要进文工团，不嫉妒才怪了。也如书中描写的一样，沈清一的2位亲哥哥沈昭、沈周今天都没有出现。沈维军乐呵呵的解释，那2个哥哥今天出任务去了，过段时间才能回家。但女人的心里清楚，他俩这几天都休假，之所以没回来是要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俩只认沈若兰这个妹妹。依依，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恍神的刹那，沈清一忽然听到沈维军问他：我想考文工团进舞蹈队。听了这话，沈南芳直接笑出了声。想进文工团可是要高中以上文凭。依依，你小学还没毕业吧？你去文工团做什么？给大家表演歌麦插秧、跳大神。沈维军夫妇对视了一眼，也觉得他有点眼高手低了。赵秀芝给沈若兰夹了块排骨，还是决定委婉的提醒一下：依依，你还有没有别的打算？文工团可能没你想的那么好进。沈清一自然知道赵秀芝在担心什么，不过今年文工团会有特招，不看学历，只要笔试能拿第1就能进面试。前世他作为名副其实的6边形战士，在文工团笔试中考个第1就是洒洒水的功夫。爸妈，你们不用担心，我能考进文工团。沈南芳笑得差点把手中的碗扔出去。文盲想进文工团，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自量力。沈清一懒得继续跟他争，比起逞一时口舌之快，他更喜欢用实力打某些人的脸。饭后，赵秀芝带着沈清一去了给他准备好的房间。沈若兰住在2楼最大采光最好的房间，自己的房间则是储藏室改造出来的，不到沈若兰房间的1半大。姐姐，我能进去吗？我有东西要送给你。几乎是赵秀芝刚离开，女人就听到了沈若兰的声音。没等她应声，沈若兰就推开房门走了进来，手中捧着一大摞衣服。她小心地将衣服放在沈清一床上。姐姐，我没有说你土的意思，但现在你毕竟来城里了，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有点奇怪，这些都是我最喜欢的衣服，我愿意送给姐姐。说完这话，沈若兰就疾步离开了。女人面无表情地盯着床上的衣服，书中也有她给原主送衣服的剧情。一大摞衣服特地折叠过，从上面看不出什么异样，但这些衣服都被沈若兰剪烂了。原主没见过世面，收到这么多的衣服，她欣喜若狂。结果在她试穿时才发现衣服被剪坏了，强烈的落差让原主愤怒至极。她抱着那些衣服去找沈若兰理论，却惊动了沈维军、赵秀芝。沈若兰一口咬定
定他送给原主的都是完好的衣服，说沈清一污蔑他，哭得肝肠寸断。沈维军夫妇向来偏爱他，从那时起他俩就觉得原主心思不正，对他生出了失望。当初自己看书的时候就觉得这一招真挺狠的，若是闹着讨说法，会让沈维军夫妻认定原主满肚子坏水，故意剪坏衣服陷害沈若兰。若是不闹，乖乖穿上这些被剪坏的衣服，则会出丑成为大家眼中的笑柄。可惜这一次沈若兰遇到的不是原主，而是他沈清一。一大早，沈维军等人就已经洗漱过，坐在了餐桌前。沈若兰则是一脸期待地望着楼梯的方向。她以为昨晚收到那些衣服后，沈清一会大闹，没想到竟是风平浪静。她觉得沈清一没闹，不是因为他性子变了，而是因为他没见过世面，哪怕衣服坏掉了，也是这个乡下人从前没见过的好料子。他依旧想穿。听到脚步声，女人的眸中止不住浮现出期待，只是她做梦都不敢想，沈清一居然改造了她的丑衣服。昨晚自己送的都是她嫌丑不愿意穿的，可此时沈清一穿上改造后的衣服，竟比昨天更好看。赵秀芝本来还觉得客厅有些闷，此刻看到女儿步履轻盈地从2楼走下来，仿佛一缕清凉的风吹走了夏日的燥热。我家依依真好看。沈维军点头，依依的确很像你年轻的时候。赵秀芝温柔地招呼沈清一来身边坐下。这身衣服买的真不错。妈，这件衣服是若兰送给我的。听了这话，赵秀芝这才想起大女儿穿的都是旧衣服，一垂眸又看到了沈清一被刷得泛白的老布鞋。她错过了亲生女儿18年，回来后自己却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给她准备。她连忙从钱包里数出5张大团结，塞进了沈清一手中。依依，你在家里闲着也没事，一会儿出门转转，顺便给自己买件漂亮的衣服。又怕沈若兰多想，也拿了50块钱给她。兰兰，你也再添几件新衣服。沈若兰捏着手中的大团结，指甲狠狠地陷入掌心。她强压下心中的愤恨，甜甜地对赵秀芝道谢：“谢谢妈妈，如果不是今天我还得学跳舞，就可以带姐姐出门逛逛了。”赵秀芝宠溺地揉了下沈若兰的脑袋：“傻孩子，跟妈妈这么客气做什么？以后你有的是时间带依依逛。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练舞，考进文工团。”这次文工团只招一个人，赵秀芝还特地给她报了个专门的舞蹈班，而他们夫妇2人都觉得大女儿不可能考进，并没有让她一起去报班学习的意思。沈清一倒也没那么在意，前世她的老师是国内最优秀的舞蹈家之一，哪怕不去舞蹈班学习，自己也不比谁差。沈顾两家住的都是2层的小楼，2家共用一个院子，关系特别好。顾家老三顾燕回有一辆凤凰牌的自行车，他今天要出门办事，恰好会经过舞蹈班那边，母亲江河就让他顺便把沈若兰也送过去。吃过饭后，他就到了沈家。沈维军夫妇已经出门了，偌大的客厅只剩下了沈清一姐妹俩和沈南方。顾燕回一眼就看到了亭亭玉立的沈清一，他忍不住转头问起了沈若兰。兰兰，沈清一穿的是不是你之前买的那件衣服？没想到你穿这件衣服那么难看，你姐姐穿的竟然还挺好看的。沈若兰的脸直接就绿了，她气恼地瞪了顾燕回一眼，就率先往院子外面走去。男人茫然地抓了把自己的短发，她怎么就忽然生气了？果真是女人心海底针，难怪大哥都24了还不愿意处对象。顾燕回觉得沈若兰挺莫名其妙的，她友好地冲着沈清一呲了下牙，就连忙去追人了。见状，沈南方又嫌弃地对着沈清一翻了个白眼，不三不四的狐狸精。说罢就也拎着包急匆匆出了门。沈清一懒得搭理沈南方这位小丑，他没出门逛街，自己以前跳舞的确特别厉害，但原主没练过舞蹈，他得尽快把基本功拾起来。原主这张脸不仅长得跟曾经的他一模一样，身体的柔软度竟也有的一拼。下午的时候，他就横插竖插都能随便劈了，于是又开始练脚腿蹦子和后空翻。由于他翻得太过投入，都没有注意顾晴川从紧闭的院门口走了进来，女人接连往后翻了2下，身体就不受控制地撞进了男人怀中。顾晴川最近休假，但他不想看到沈清一，所以还是打算住在部队宿舍，等回家拿完东西他就要开车回去了。结果刚进院子，女人就跌入了他的怀中，掌心下面一片绵软，意识到手碰的是什么地方，顾晴川的耳根瞬间烫得仿佛着了火，男人慌忙收回手，就想与他保持距离。把你手拿开。沈清一这时候才注意到了不对劲，自己竟然这么巴巴的就抓着他的裤腰，女人直接就吓妈了。她知道顾晴川是这本书中最强的大佬，她不想死得像原主那么惨，就一直努力想让这男人别讨厌自己，但他俩的每一次相遇好像都特别不愉快。沈清一连忙把手收回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顾晴川身体紧绷，声音中带着浓重的警告意味。我再说最后一次，以后别再随便勾引人，否则后果自负。沈清一忙不迭解释，我没勾引你，我刚刚在练跳舞，差点摔倒才会抓了你一下，我保证我以后不会再碰你，再碰你我就是小狗。听见这话，顾晴川的眸光又冷沉了好几分，黑着脸走进了客厅。他用外套挡在身前，默念了好几遍3大纪律8项注意，才慢慢平复了下来。有人回来了，沈清一就觉得在院子里练舞其实有点别扭，但顾晴川那么讨厌他，肯定不会看他跳舞。他还是打算按原计划跳完1整支舞再结束训练。女人按照记忆中的旋律轻舞跃动，不过他不得不承认，虽然沈若兰送他丑衣服不安好心，但料子都挺好的，弹性很大，穿着练舞特别舒服。他仿佛又回到了挚爱的舞台上。顾晴川身体恢复正常后，就去了楼上拿东西。屋里有些闷热，他想推开窗户透透气，谁知刚站在窗前，男人就看到了院子里的风景。女人迎着风翩然起舞，她时而旋转，时而跃动，轻盈的仿佛一片柔软的云朵。昨夜那场荒诞的梦里，她就握住了这片柔软。顾晴川铁青着脸拉上窗帘，暗骂一句勾人精，拿起书桌上的那份《中国青年报》就快步下了楼。沈清一酣畅淋漓地跳完1支舞，正想回房间，就听到了顾大佬格外无情的嗓音：“拿着。”女人有些受宠若惊，她没想到顾晴川竟然会主动送她报纸，不过愿意送她东西就是好兆头，这是不是就代表这男人没那么讨厌自己了？沈清一满怀欣喜的就去看手中的报纸，谁知这份报纸的头条是团结力量。
量，消灭一切封建残余歪门邪道。所以这男人觉得自己是歪门邪道。沈清一有一点点难受，跟大佬打好关系真难。不过这份报纸却让他生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想法。这份报纸的最后一版上竟然有连载的小说，他也可以在上面发表小说。前世他还利用过闲暇时间写了部武侠小说，只是还没出版，就车祸惨死，穿成了悲催的恶毒女配。张巧慧夫妻真的对原主很好，既然用了原主的身体，他就会承担起责任，让养母一家过上好日子。女人志气满满，很快就写了几千字。沈维军夫妇都特别忙，今天要晚点回来，江河就直接邀请他们3人去自己家吃饭。顾家3兄弟都还没回来，客厅中只有江河和丈夫顾司令顾守江。女人一眼就看到了沈清一，你就是依依。她没想到这小姑娘居然长得这么好看。见沈清一点头，她便上前热情地握住了她的手。你和秀芝年轻时长得真像。说着又忍不住看了她好几眼。沈南方嫌弃地翻了个白眼，他给沈若兰加了快鱼，就开始习惯性地贬低起来。长得好看有什么用？再好看也改变不了她连小学都没毕业的事实。昨天我哥嫂问她有什么打算，你们猜她怎么说的？她竟然说她要进文工团，要是一个文盲都能进，那我还能当司令呢？江河的眸色冷了下来，他本就不太喜欢自私刻薄的沈南方，听到这人这么贬低别人，就更觉得他有病。只是大家生活在同一个院子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他也没把话说得太难听。依依有目标是好事，我们应该鼓励她。沈南方白眼翻得飞起，什么有目标？他就是眼高手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要我说，他这么一无是处，就该赶快找个男人嫁了，别整天在家里吃白食。可惜啊，人成家嫌他作风不正，都退婚了，整天就会勾三搭四，哪个男人敢娶她？这话真的太刻薄了。顾守江的面色都有些不太好看，他们与程家是亲戚，自然知道这退婚的事。可哪怕他是程景行的亲舅舅，有些事他也不会只信程景行的一面之词。他冷声警告：沈南方，你适可而止，你是依依的姑姑，怎么能这么说自己侄女？沈南方被堵得脸涨成了猪肝色，他向来要面子，当然不愿意认怂，只得梗着脖子继续说：退婚的时候我都听到了，就是因为沈清一的作风有问题，就他长了这么张狐妹子的脸，指不定在乡下跟多少男人不清不楚过呢。江河都想下逐客令了，他真的太讨厌无凭无据就造女人黄谣的人了。沈南方，这个社会本就对女人更苛刻一些。沈若兰喜欢顾晴川，看到江河这么维护沈清一，更是白了脸。她轻轻地抱住了他胳膊：江姨，你别生气，姐姐很好，她可能做过错事，但我相信到了首都她肯定会改的。沈若兰就是这样，看似帮人说话，实际上却肯定了沈清一在乡下作风不正的事。江河看向女人的眸光都冷了好几分，看在赵秀芝的面子上，他倒是没指责沈若兰，只是转头开始安抚沈清一。依依阿姨觉得你是个好孩子，身正不怕影子歪，有些事若你没做过，就不必把一些风言风语放在心上。沈清一心口热乎乎的颤了下，他倒是没想到江河会帮他说话。女人温柔的声音还在继续：想考文工团得好好准备，你准备的怎么样了？沈清一知道江姨是担心他连第一轮笔试都没法过，他没故意藏拙，如实说道：我虽然没机会读书，但我自学了不少课程，笔试应该没问题。我很喜欢跳舞，这段时间我会好好准备。看着小姑娘这副不卑不亢的模样，江河对她的喜爱又多了几分。乡下条件有限，没有高学历不是沈清一的错，她愿意自学知道上进已经十分不错。等吃完饭送走3人，江河忍不住开始向顾守江吐槽：这个沈南方真是越来越刻薄了，连小贝都编排，还有兰兰，我觉得这孩子心思有点重。顾守江认同的点头。不过沈清一这个小姑娘眸光清正，看着倒是不错。提到沈清一，江河的眸色瞬间柔和了下来。人的眼神骗不了人，我觉得依依没那些人说的那么不堪，而且和咱们家小川挺般配的。要是他俩在一起生出来的孩子得有多好看啊！江河是典型的行动派，心中有了想法，他就立马跑到座机前给顾晴川打电话。电话一接通，他就激动地和儿子汇报起来：我见到依依了，长得真俊。你们部队最近不是休假吗？明晚回来跟依依一起吃顿饭怎么样？顾晴川本来就讨厌沈清一，没想到自己的母亲居然这么喜欢他。沈清一给他的印象又多了心机深这一条。妈，我不可能跟这女人一起吃饭，只要她跟我们住在一个院子1天，我就不会回家住，而且我也没有结婚的打算。说完他就冷漠地挂断了电话。江河气得心口疼，本来他还觉得自己这个儿子和沈清一的外形挺般配的，现在他觉得这臭小子这么气人就不配有老婆。女人回到沈家的时候，沈维军夫妇已经回来一段时间了。忽然沈南方房间就传出了一阵尖锐的叫声：招贼了，招贼了！大哥大嫂，你们快出来帮我评评理！沈清一他手脚不干净，偷了我辛辛苦苦攒的100块钱。沈南方的嗓门真的太大了，沈维军夫妇俩对视了一眼，就连忙去了客厅。沈若兰抱着沈南方的胳膊不停地安慰他。见他俩出来，沈南方的声音又拔高了好几度：咱们沈家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连自己姑姑的钱都偷？这可是我3个月的工资。沈维军夫妇的眸光复杂至极，沉默了许久，赵秀芝还是开了口：家里这么多人，你怎么就确定是依依偷了你的钱？就是他。沈南方恶狠狠地指着沈清一，好似下一秒就会扑上来把他给吃了。傍晚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鬼鬼祟祟地从我房间出来，我觉得不对劲，检查了一下就发现少了100块钱，钱肯定是他偷的。我用圆珠笔在钱上写了名字，大哥大嫂，你们去搜一搜，就会知道他是个不要脸的小偷。沈若兰此刻也慢悠悠地出
出了声。他真诚而良善地看着沈清一，姐姐，偷东西真的是特别不好的行为。你若是想要钱，我可以把我的零花钱都给你，你把那100块钱还给姑姑好不好？说完，他又极度懂事地看着沈维军夫妇。爸爸妈妈，你们别责备姐姐，她在乡下生活了太多年，染上不太好的习惯很正常，但我相信姐姐以后会变好的。闻言，沈南方的态度也越发嚣张，他抬起的手指几乎戳到了沈清一的脑门上。大哥大嫂，你们听到没？就是这个文盲狐狸精偷了我的钱，你们不愿意搜他的房间，那我自己去搜。今晚我必须让你们看清楚他下贱的真面目。说着，女人就气呼呼地往楼上冲去，还一脚踹开了沈清一虚掩的房门。见状，沈维军彻底的变了脸色。沈南方，你做什么？还不给我出来！依依没偷东西，我和秀芝早就知道了。今晚是你故意陷害她。沈南方震惊的仿佛被雷劈到，直接张大了嘴巴。沈若兰眼皮也突突狂跳，自己和姑姑今晚设计的这一切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爸爸怎么会说是他陷害沈清一？沈维军直接就从口袋中掏出10张大团结砸在了地上。这就是你偷偷放在依依枕头下面的钱，幸亏依依提前发现，把钱交给了我和秀芝，否则我们还真中了你的圈套。沈南方颤着指尖抓起了几张大团结，写着他的名字，也的确是他的字体。赵秀芝也拧着眉看了沈若兰一眼。依依明明没偷东西，兰兰，你怎么能帮着姑姑说谎？闻言，女人的面色又惨白了好几分。不过她向来聪明，知道沈维军夫妇最舍不得她掉眼泪，她瞬间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对不起，我真的没故意说谎，也没有陷害姐姐的意思，只是我刚看到姐姐从姑姑的房门口走过就误会了。爸爸妈妈，你们打我骂我都好，求求你们别讨厌我。沈维军夫妻俩都觉得沈若兰不该不明真相，就认定沈清一偷东西。不过这只是小错，他俩宝贝了他那么多年，此时他又哭得这么凶，二人不仅不忍心责备他，还哄了他好一会儿。沈南方简直要气死了，精心设计了一场好戏，没让哥嫂厌恶沈清一就算了，最终自己还挨了训，但他目前也不敢再找他的麻烦。女人恶狠狠地瞪了沈清一一眼，就气呼呼回了房间。沈若兰哭得梨花带雨。姐姐，对不起，今晚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是听到姑姑那么说，我才以为。沈清一没兴致欣赏女人假惺惺的演技，是不是故意的，你自己心里清楚就好，没必要跟我说。还有，你的道歉我不会接受。说罢就直接关上了卧室大门。沈清一之所以会提前做好准备，是因为书中也有沈若兰撺掇沈南方陷害原主偷钱这个情节。书中沈家夫妇认定原主是小偷，对他生出了厌恶。这件事可以说是后来原主被赶出沈家的导火索。他知道沈若兰是这本书的女主，女主好像不管做什么都能得到所有人的偏爱，而自己作为恶毒女配跟女主争斗，很难有好下场。可沈若兰如果不愿意放过他，那自己也不会坐以待毙。接下来的几天，两人倒是没再作妖。这几天沈清一已经熟悉了周围的环境，也记出了自己的稿件。4天后，他就收到了报社的回复，报社直接用了半个版面刊登了自己的武侠小说，总编希望他能稳定连载，给了6块钱稿费。这也是沈清一在这个时代赚到的第一笔钱，他真的特别开心。小说比他想象中的反响更好，虽然只有短短的3000多字，但那一期的报纸销量却破了记录，大街小巷无数人都在谈论他小说中的江湖儿女。顾晴川也看到了那期报纸，他其实很少看小说，可那3000多字中浓烈的家国大义、气势恢宏的描写却看得他热血沸腾。男人生平头一回生出了想给作者写信的念头。报纸上没有地址，但恰好报社的主编是他好友，顾晴川就麻烦主编帮他把信转寄给了一清。因为大家都住在首都，隔天沈清一就收到了这封信，他特别震惊，这男人竟然会喜欢他写的武侠小说。女人认真的给他回了一封信，有心想让他别那么讨厌自己，还是用笔名，希望他能在后期男女主联手虐他的时候能拉他一把。很快顾晴川也收到了回信，直到看到信纸上娟秀干净的小字，男人这才意识到一清应该是个姑娘。最近爷爷一直打电话催促他赶快结婚，首长也着急他的个人问题，看到他写的小说中男主角一出场就被全家逼婚，于是写信的时候忍不住加了句：人活着难道必须得结婚生子？信上给了他回复：人活着的意义不是为了结婚生子，也不是为了取悦谁，人活着但求无愧于心，也不辜负自己。他用力捏住那张漂亮的信纸，忽然就觉得他好像遇到了知己。回信中一清也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的梦想是什么？顾晴川轻碰了下那行清丽的小字，陷入了沉思。他拿过钢笔，无比认真的在信纸上写下：我的梦想是保家卫国，愿国富民强和青海燕。他又笔走游龙的写了好几行字，才无比郑重的折起信纸放进信封。去邮局寄出稿子后，沈清一就顺便去附近的国营超市逛了一圈，给自己买了几身行头，顿时就只剩下了3块钱。回到军区大院时已是傍晚，几乎是他刚进院子，天上就飘起了雨。原本沈南方正美滋滋的嗑着瓜子，看到沈清一走过来，顿时就觉得手中的瓜子不香了，因为之前他穿着一条粉色的裙子去上班，被他的死对头嘲笑是装嫩，还说他是老黄瓜刷了绿漆。他气得以后再没穿过粉色，还觉得粉色是天底下最丑的颜色。谁敢想沈清一穿着竟这么清灵好看。他对着女人上楼的背影狠狠地唾了口狐狸精，又觉得不解恨，直接狠狠地将手中装着瓜子的报纸砸在了地上。想到这包瓜子花了他1毛钱，沈南方又气又肉疼，更是恨不能把沈清一贬得一文不值。姑姑，你怎么了？方才站在2楼拐角的沈若兰也看到了这一幕，见女人这么生气，她知道这是
撺掇的大好机会。他连忙下楼，贴心的帮沈南方捡落在地上的瓜子。女人一提沈清一就满肚子的火气，还不是那个土包子，狐狸精满身的胡骚味儿，整天就会打扮的花枝招展，到处勾男人，也不知道大哥和大嫂把他接回来做什么，简直就是丢人现眼。姑姑，你别这样，姐姐她毕竟是爸爸妈妈的亲生女儿，我们不能惹她生气的。沈若兰这话看似在劝沈南方，实际上就是在故意拱火。果真听了他这话，沈南方更是气得一蹦老高。亲生女儿怎么了？她作风不正，肮脏下贱，根本就不配做我们沈家的女儿。他之所以会这么讨厌沈清一，还有很重要的2点原因。自己的女儿许珊珊在工农兵大学读书，之前沈维军每个月都会给许珊珊15块钱生活费，可自从他陷害沈清一偷钱后，沈维军就说他有工资以后他自己给。赵秀芝以前每个月也会给他1张10尺的布条，结果现在也没了。若让沈清一继续待在沈家，这个家里以后还能有他和珊珊的立足之地吗？沈南方越想越恨，忽地用力抓住了沈若兰的手。兰兰，看在姑姑对你那么好的份上，你帮帮姑姑行不行？沈若兰心中暗喜，但她还是装出了一副为难的模样。我是有办法，可爸爸妈妈真的很爱姐姐，我们这样做好像不太好。听到这话，沈南方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我呸！爱她，她也配？那种只会勾三搭四的狐狸精，根本就不配住在我们沈家。我必须让大哥大嫂看清楚她恶心的真面目。兰兰算姑姑，求你了，你帮帮姑姑。沈若兰漂亮的杏眸中满是挣扎。行，姑姑我帮你。说着就凑到了沈南方身边耳语了几句。沈清一回到房间后就继续写他的小说，雨越下越大，一道惊雷滴滴的从屋檐下划过，看着窗外撒欢一般落下的雨滴，女人忽而想到了原文中一段特别重要的剧情。原主第一次被赶出沈家就是在一个雷雨夜，原因就是他被沈南方诬陷推沈若兰下了楼梯。本来沈维军夫妻俩对他的印象就特别差，再加上原主死不认账，他们更是对他失望透顶。暴怒之下，沈维军直接就让他滚。今晚沈家夫妇俩回家依旧特别晚，刚进家门就听到了小女儿那痛不欲生的哭声，紧接着便是沈南方凄厉的咒骂声。沈清一那只狐狸精怎么这么恶毒？兰兰把她当亲姐姐敬爱，她怎么能恶劣的把兰兰推下楼梯？大哥大嫂，今晚你们必须给兰兰一个说法。这时候夫妻俩也看到了无助的倒在地上的沈若兰，她两边的胳膊上都有明显的擦伤，衣袖上也沾了大片的血红。怎么回事？顾守将顾燕回刚好跟他们一起回来，听到这边的动静，他俩也连忙跟了过来。隔壁院的人会来是意外的惊喜，沈南方激动的唾沫星子横飞。是沈清一那个狐妹子，她一个文盲又不会跳舞，肯定考不进文工团，所以就嫉妒兰兰优秀，把她推下了楼。还有20多天就要考试了，要是兰兰伤到了骨头，可怎么办啊？闻言，沈维军夫妇都变了脸色。爸爸妈妈，我真的好疼啊！沈若兰委屈的吸了下鼻子，大颗大颗的眼泪就扑簌簌滚落了下来。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姐姐她要这么对我，但我不怪姐姐的。爸爸妈妈，你们也别生姐姐的气好不好？这时候沈清一也冷着脸走到了2楼楼梯口，看到她沈若兰哭得越发肝肠寸断。姐姐，你为什么要推我？如果你不想看到我进文工团，我可以不考的，真的，只要姐姐你能开心，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沈南方恶狠狠地剜了沈清一一眼，又对着夫妻俩抱怨：大哥大嫂，这次真的太过分了。沈清一今天能把兰兰推下楼梯，明天就能捅兰兰几刀。他作风不正，乱搞男女关系，还故意害人，这样可是得吃枪子的。赵秀芝是医生，检查了一圈后又活动了下沈若兰的腿脚，还能动筋骨，应该没受伤。但看到女儿两边的胳膊都擦破了一大块，她还是心疼的红了眼圈。依依，你怎么能推兰兰？沈维军的脸上满是冷肃与不赞同。兰兰是你的妹妹，依依，你怎么能对自己的家人做出如此丧心病狂之事？站在一旁的顾燕回忍不住抓了把自己的短发。她跟沈清一不算很熟，但大家住在同一个院子，抬头不见低头见，这几天他俩也有交集。沈清一的眼神干净而坦荡，自己总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顾燕回向来有正义感，见大家都指责沈清一，还是说了句：沈叔，赵姨，我们是不是应该听听依依怎么说？沈南方没想到这人竟然会帮沈清一说话，装模作样的抹了把眼泪。兰兰流了好多血，伤成这样，兰兰得多疼啊！大哥，我们沈家家风清正，容不下沈清一这种狼心狗肺的坏东西，今晚必须得给兰兰讨回一个公道。沈维军看向大女儿的眸又冷了好几分，还不向兰兰道歉？沈清一没说话，看着沈维军那张冷硬的脸，以及赵秀芝心疼到眼泪汪汪的模样，他不由得有些心疼原主。本来文化水平不高，脑子也不聪明，沈若兰、沈南方还处处给他使绊子，亲生父母也不信任他，甚至帮着养女指责他，他不发疯才怪。沈清一对沈维军夫妇真的很失望，他不卑不亢地迎上沈维军的视线。我没有推沈若兰，是他和沈南方故意陷害我，我问心无愧，不会道歉。男人被大女儿这副死不认错的模样气得不轻。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向兰兰道歉。若你还是不愿意道歉，就直接给我滚出去。我沈维军没这种只会害人的女儿。听了这话，沈南方欢喜的差点爆笑出声，他用力捂住了嘴，才没让自己发出声音。沈若兰依旧无声的掉着眼泪，心里却乐开了花。两人正满怀期待的等着沈维军跟沈清一断绝父女关系，并把他赶出沈家。不曾想，江河竟出现在了2楼楼梯口。依依没推兰兰，刚才我一直在依依房间给她讲题，听见尖叫后，她才出的房门。沈若兰、沈南方同时脸色大变，他俩都没想到江河竟然会在沈清一的房间。江河与赵秀芝的关系真的太好了，他俩
俩年轻时便是过命的交情，嫁的丈夫是战友，又一起在大院生活了这么多年，两人没有血缘关系，却胜过亲姐妹。再加上江河是顾司令的妻子，她为人向来公正，说的话自然不会有人怀疑。赵秀芝也狠狠地愣了下，她缓慢地放开沈若兰的手。刚才你真的一直在依依房间？江河轻轻点头。依依去找我说有几道题不会做，我正好没事儿就去了她的房间教她做题，我可以作证，依依今晚没害别人。秀芝，你应该多给她几分信任的。赵秀芝那双和沈清一如出一辙的桃花眸中难得写满了无措，关心则乱。刚才看到沈若兰流了那么多血，沈南方还一口咬定，他自然下意识认定是沈清一做了坏事。现在冷静下来想想，方才的确太冲动了。认识这么多年，沈维军自然也知道江河有多刚正不阿。想到自己的亲生女儿被污蔑，他不仅没给她撑腰，还想把她赶出去。向来说一不二的沈军长难得也有些无所适从，可他又拉不下脸向女儿认错，只能厉声质问沈南方：依依明明没推兰兰，你怎么会一口咬定是她害人？沈南方，今天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赵秀芝冷冷地扫了直打哆嗦的沈南方一眼，视线又缓缓地落在了沈若兰身上，手心手背都是肉，两个人都是她的宝贝女儿，她并没有更爱谁或者不在意谁，只是因为沈若兰心思敏感，她怕她会多想才给她的照顾更多一些，可她也不会纵容沈若兰伤害她的亲生女儿。沉默了片刻，女人还是带着几分失望地说道：兰兰，你为什么也说是依依推的你？沈若兰痛苦地捂住了嘴，她真的是做梦都不敢想，赵秀芝竟然会怀疑她。在沈南方看来，沈若兰今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自己，她知道有江河出面，今晚她肯定是躲不过一顿臭骂。这件事跟兰兰无关。沈南方狠狠地磨了下牙，是我把兰兰推下的楼梯，也是我故意陷害的沈清一。谁让这只狐狸精只会害人？他一来，我们家就害得珊珊没了生活费，还害得我没了布票。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推兰兰的时候，他没看到我，听到我大喊是沈清一推的他，他会误会很正常。听到沈南方揽下了一切，沈若兰心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她向来能屈能伸，为了彻底洗清自己身上的嫌疑，女人直接柔弱地跪在了地上，哭着一下下扇自己耳光。对不起，我不怪姑姑的，求求你们也别怪她，我也真的没有陷害姐姐的意思。听到姑姑说是姐姐推的我才会以为姐姐想要伤害我，都怪我不好。沈家夫妻俩眸中同时写满了疼惜，沈若兰又跪倒在沈清一脚边可怜哀求：姐姐，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误会了姐姐，我该打，姐姐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赵秀芝心疼的眼泪都掉下来了。沈清一桃花眸中快速闪过一抹冷芒，他知道沈若兰身上的血大部分是假的。沈若兰与沈南方商量好对策后，两人一个去院子外面望风等着沈维军夫妻回家，一个则是去小姐妹家里拿血包，自己就是趁这个机会悄悄把江河请到了他房间。只是他现在无法证明沈若兰身上的是假血，也无法证明沈若兰才是陷害他的主谋。依依，兰兰的脸都快肿了，你就原谅她好不好？听到赵秀芝的声音，沈清一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瞬间也红了眼圈。爸爸妈妈，我好像不该回首都。从小到大，我吃不饱穿不暖，真的吃了好多苦。到了首都，我才头一回穿到没有补丁的衣服。我以为我找到了亲生父母，终于有家了。可是爸爸妈妈都不信任我，你们好像也不爱我。如果妹妹讨厌我，我真的可以走的，我现在就可以离开。沈若兰懵了，她是真没想到沈清一竟然比自己还差。沈维军夫妻心疼愧疚的要命，他俩也顾不上管这个小女儿了，争相安慰沈清一：依依，爸爸妈妈不是故意冤枉你的，这次是爸爸做错了。沈维军慌忙地掏出几张大团结塞到沈清一手中：你拿着这些钱去买点好吃的，不够再找爸爸要。赵秀芝也哭着把一大摞布票塞进他手里：依依，妈妈应该信任你的，这些拿着去给自己多做几套漂亮衣服。你不是想进文工团吗？妈妈请老师给你辅导功课好不好？沈若兰被冷落在一旁，恨得牙根疼。本以为今晚能成功把沈清一赶出沈家，谁敢想这女人这么命好，不仅有江河给她作证，竟然还得了那么多好东西。她是要嫁给顾晴川的，江河必须喜欢她，且只能喜欢她。可当着沈维军等人的面，沈若兰也不好表现出什么，只能委屈巴巴的掉眼泪。赵秀芝处理好了她胳膊上的伤口，又训斥了沈南方几句。等把顾守将一家送走后，夫妻俩就回了房间，关上门，心中有什么想法都不必藏着掖着。赵秀芝轻轻拉了下枕边人的袖子：今晚南方真的太过分了。沈维军点头：我已经警告过了，若他再敢欺负依依，就算爸护着，我也会让他搬出去。赵秀芝点头，又想到女儿刚才落泪的模样，心里愧疚的不行。咱们以后得对依依好点。沈维军知道妻子在担心什么，他眷恋地握了下她的手：以后我们多给依依点零花钱，不过也不能偏心，兰兰的零花钱也得涨点。说罢又想到一直不肯回家的两个臭小子，程家退婚这事儿，虽然没在外面大肆宣扬是因为沈清一作风不正，但程景行跟沈家老二沈周关系特别好，二人私下肯定说过这件事，只怕老大沈昭也知道。俩儿子都是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的性子，再加上他们太偏爱沈若兰，他们愿意认沈清一这个妹妹才怪。另一边顾家夫妇也钻进被窝里说悄悄话：老顾，你觉得兰兰真没看到推她的人是谁吗？我怎么觉得今晚是她和沈南方商量好了一起污蔑依依。顾守将一直觉得沈若兰心思挺重的，但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不会随意下定论。兰兰那孩子
是想的太多，还有点偏激。闻言，江河也想到沈若兰跪在地上狂扇自己耳光的画面，他抖了下胳膊上的鸡皮疙瘩。也就是我碰巧在给依依讲题，否则依依真被他们给冤枉死了。顾守江点头，不过他觉得沈清一请江河给他讲题，不是偶然，而是为了破局。人为了自保，在不害人的前提下，用一些手段没错，他不会觉得沈清一心机重，倒是对他的欣赏又多了几分。江河的声音还在继续，依依那孩子真聪明，他都没上过几天学，我给他讲高中的题目，他竟然能举一反三。后来我都有点跟不上他的思路了。都说咱们家孩子学习好，若依依跟他们一起读书，指不定谁能拿第一呢。真的。顾守江还以为沈清一请教江河的是小学的题目呢，没想到高中的题他竟然能做。见妻子用力点头，男人忽然觉得沈清一跟他家老三挺般配的。老三乐天傻气没心没肺，沈清一有勇有谋，俩人年龄还差不多，简直是绝配。这么想着，他也忍不住把心里话告诉了妻子。江河叹息了声，如实说道：其实我觉得依依跟小川更般配，但小川这孩子不开窍，我只能撮合依依跟小回了。夜色渐深，江河越说越带劲，恨不能今晚就多个儿媳妇。沈清一不想让身边的人知道他写武侠小说的事，也不敢让顾晴川知道跟他通信的一清就是他，所以他给报社和顾晴川的地址都是比较偏远的一处胡同。翌日清晨，他吃过早餐就去了那边，仔细的翻找了一圈，确认信箱里没有他的信件后，正要离开，忽而听到有人大喊：救命！沈清一快速跑到胡同口，就看到两个人高马大的流氓正强行把一位年轻姑娘往胡同深处拖。这条胡同早就已经荒废了，里面连个鬼影都没有。若那位姑娘被拖到了胡同深处，一切就都无法挽回了。沈清一不是圣母，可这件事被他撞到了，他也做不到眼睁睁地看着一位朝气蓬勃的姑娘被这两个流氓毁了。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他要尽可能地拉这个姑娘一把。隔壁有信箱的那条胡同也有电话亭，他丝毫不敢耽搁，快速冲到那边打了报警电话。沈清一本想着找几位热心市民帮忙，但这个时间点大家都出门上班了，再加上这边住户太少，他根本就找不到人。而那两个流氓已经把那位姑娘拖到了胡同深处，还开始撕扯她身上的衣服。他不敢再浪费时间，连忙抓了2块板砖就往胡同里面跑去。放开我！你们快放开我！我舅舅是顾司令，你们要是敢欺负我，他饶不了你们。那正好，我们睡了你，就可以给司令当外甥女婿了。听到那两个流氓猥琐的笑声，程听雪止不住陷入了绝望，她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以为自己会清白净。谁知她竟听到了板砖拍人脑袋的声音。蓦地睁开眼，她就看到沈清一狠狠地将手中的板砖砸到了那两个痞子的后脑勺上，不过没能把他俩砸晕。沈清一不敢恋战，拉住程听雪的手就往胡同外面冲。本来挨了一板砖，俩流氓还挺愤怒的，但看清楚女人那张绝色的脸后，眸中就只剩下了垂涎。二人以最快的速度追了上去，没再抓程听雪，而是一左一右死死地抓住了沈清一的肩膀。沈清一上辈子学过散打，肯定不会坐以待毙，他飞起一脚就狠狠地向其中一个流氓的裆部踹去，那人疼得嗷嗷叫，直接一脚就踹向了女人的后腰。这一下太狠，沈清一没站稳，重重栽倒在了地上。那两个流氓狞笑着朝他走来，沈清一刚爬起来就被两个流氓按住了肩膀，以为下一秒自己的衣服会被狠狠扯开，谁知那两个流氓竟被大力踹飞，他下意识转身就撞进了一个坚硬滚烫的胸膛。那两个流氓恨惯了，哪里吃过这么大的亏，爬起来就抓着板砖往顾晴川身上扑去。臭小子，让你多管闲事！沈清一都止不住为他捏了把冷汗，谁知那两个流氓都还没碰到他的小指头，就又被踹飞到了墙上，其中一个流氓都吐了血，瑟缩在墙边痛苦地抽搐着。大表哥怎么回事？二人是一起过来的，知道一清就住在这边的胡同后，顾晴川都没有去邮局寄信，而是直接把写好的信放到了他胡同的邮箱里。乃至他刚把信放到邮箱中，就听到了这边的动静。程景行比他跑得稍微慢一些，结果刚到就看到了自家亲妹妹衣领被扯开，肩膀不停地颤抖着。小雪，你怎么会在这里？他们欺负你了是不是？看到自家大表哥和亲哥都过来了，程听雪瞬间委屈的大哭出声。我就是想出来转转，没想到会碰到两个流氓，幸好这个姐姐救了我，否则我就真被他们欺负了。程景行只顾着担心自己妹妹，并没有注意站在一旁的沈清一。听了程听雪这话，他才下意识往女人身上看去，不知道为什么，此时他竟觉得面前姑娘的背影与沈维军亲生女儿的背影有些像，不过几乎是一瞬，他就否定了这个念头。沈家的那个什么沈清一，就是个只会给男人下药、像攀高枝的坏女人，她怎么可能会见义勇为？他俩绝不是同一个人。他又安抚了下程听雪，随即真挚地向沈清一道谢：谢谢你救了我妹妹，我叫程景行，我妹妹叫程听雪，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报答你的恩情的。男主沈清一缓缓转身，就看到了男人那张痞帅的脸，如同书中描述的一样，男主的确很好看，但不管男主是否好看，自己都不想跟他有任何交集。他也没想到这一次阴差阳错就下头，竟然是程景行的亲妹妹。那本书中程听雪也是个悲剧，她死在了16岁，据说是在一条荒凉的胡同被两个流氓欺侮致死。那两个流氓最终被警察抓到，开始的时候他们说是见色起意才会对程听雪下手，因为她太过刚烈，他们就给了她几板砖，导致失血过多惨死。可后来那两个流氓忽然翻供，说是他们会欺负程听雪是被原主指使，他们说因为程景行去沈家退婚，原主恨极了程家，才会对程听雪下手。程景行于是恨极了他，后面更是用了一系列极其残忍的手段折磨报复原主。显而易见，原主是被冤枉的，只怕书中这两个流氓会翻供，是被沈若兰指使的。这个女人比自己想象中的更狠辣，更没有底线。这时候程景行也看到了沈清一的模样，男人的脸疼得红了，他性子恣意洒脱，只是这一瞬却难得有点磕巴。你叫什么名字？听到程景行的声音，沈清一才缓缓回神，他不想邀功，恶毒女配靠近男主不会有好下场，只希望这次他拉了程听雪一把。
把。程景行以后就别再为了沈若兰疯狂折磨他了。想了想，女人还是决定随便说个名字敷衍他一下。我叫依依。他下意识想用自己的笔名，但若是说了笔名，顾晴川就知道跟他通信的人是他了。他还没用笔名在大佬面前多刷点好感，现在肯定不能曝光。正想换个名字，沈清一就听到了程景行带着明显欢喜的声音：“依依这个名字真好听。”行吧，依依就依依吧，他也懒得纠正，反正以后他们大概率也不会再见面了。这时警察也赶了过来，简单了解了下情况后，他们就给那2个流氓戴上了手铐。程听雪是当事人，得去警察局做笔录。沈清一只是见义勇为，倒不用过去。程景行本来想请他吃饭的，但自家亲妹妹去警察局做笔录，他这个做哥哥的肯定得陪着。最终还是把沈清一托付给了顾晴川。大表哥，依依胳膊受伤了，麻烦你帮我带她去卫生站处理一下。言毕，警车就扬长而去。顾晴川的俊脸瞬间黑了，可沈清一毕竟救了程听雪，他肯定得给他出医药费。走吧。沈清一也不想麻烦他，可他真的不知道附近哪里有卫生站，还是跟着男人往前面走去。一路无话，很快2人就到了附近的卫生站。女医生让他先去隔壁的诊室等着，他给手上的几位病患处理完后，就过去给他上药。同志，要不你去给你对象抹药吧。女医生今天特别忙，那几位病患刚走，又来了位伤得挺严重的病人，与他比，沈清一身上的那点擦伤真算不了什么。顾晴川的面色又沉了好几分。他不是我对象。行，不是你对象。女医生一边给病患处理伤口，一边交代他：我看他只是胳膊上有伤，你把这2瓶药膏药油都拿过去，让他自己擦就行。顾晴川淡淡应了声，就往隔壁的诊室走去。他进去后一眼没看到沈清一，诊室里面有一面布帘。他想不通，只是胳膊擦破了点皮，这人钻布帘后面做什么？不过他那点伤肯定不需要脱衣服。男人直接就掀开了帘子。医生姐姐，你终于过来了，我快要疼死了。前世的沈清一是全家的掌上明珠，一直都挺娇气的。刚才在胡同里，他胳膊蹭破了一大块皮，后腰还被狠狠地踹了一脚，真是疼得有点招架不住。当着顾晴川、程景行的面，沈清一自然不会喊疼，但当着同为女孩子的医生姐姐的面，他就没有刻意强忍了。女人的声音中染上了几分娇嗔。顾晴川身体刹那僵住，他怎么都没有想到沈清一清醒的时候竟然会对他撒娇，更不敢想掀起帘子会看到这样的风景。女人慵懒地趴在床上，露出了光滑银白的背脊，仿佛上好的凝脂白玉。顾晴川烫着耳根就想转身离开，谁知他刚要抬脚，沈清一就伸手将他拉住了。医生姐姐，我腰真的疼死了，快帮我抹点药油推推吧，不然明天得更疼，辛苦你了。女人懒洋洋地闭着眼睛，其实她被摔的腿也有点疼，正想让医生姐姐一会儿也帮她看看腿，沈清一就意识到了手感不对劲。医生姐姐的胳膊怎么会这么硬？是喜欢撸铁吗？她蓦地睁大了眼睛，一抬脸就看到了顾晴川那张黑脸。男人本想头也不回地离开，但看到手中的药膏药油，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还是顿了下脚，把东西放在了一旁的架子上。以后离我远点，别出现在我方圆10米之内，也别再勾引人。沈清一觉得自己真挺冤的，本来自己身上就疼得要命，挺难受的，这男人还总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警告他，他也来了脾气，没好气的冷下脸。我没勾引人，以后别说方圆10米，我会直接不出现在你方圆100米之内。你以后也离我远点，咱们井水不犯河水。顾晴川肯定不可能对他起歪心思，应了声付了药钱就率先离开了。沈清一上完药回到大院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他没想到他的2位哥哥竟然都在。沈昭和沈周原本他俩是不愿意回家的，只是听说沈若兰摔下楼梯的消息后，这才匆匆忙忙赶回来。沈清一推开门走进客厅的时候，就看见沈昭的眸中瞬间盛满了心疼。兰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沈南方毕竟是长辈，沈维军给儿子们打电话的时候还是保留了几分颜面没有拆穿。沈若兰委屈地吸了下鼻子，是我自己不小心才会摔下去的。躲在角落的沈南方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见侄女这么维护他，对他的喜爱又多了好几分。结果转头就看到了袅袅挪挪走进来的沈清一，沈南方又恨得牙痒痒，注意到沈清一裙子上擦破了一小块，还有明显的褶皱，他眼珠子滴溜一转。哎呦，咱们作风有问题的狐妹子还舍得回家啊？今天衣服皱成了这样，这是又跟哪个野男人钻小树林了？整天就会勾三搭四，脏死了。听到沈南方的声音，兄弟俩同时往沈清一身上看去，没想到他们的亲妹妹竟长得这么好看，而且她眼神坦荡干净，也不像是那种不三不四的坏女人。但想到沈南方和程景行的话，兄弟俩的视线如同刀子一般扎在沈清一的脸上。没想到你不仅在乡下不做好事，来了首都竟依旧死性难改。我俩不要一个整天只会到处败坏风气的妹妹。沈清一先是冷冷地扫了沈南方一眼。首先，我没跟谁钻过小树林，也没到处败坏风气，我坦坦荡荡，问心无愧。再有，女人对着沈昭、沈周一字一顿说道：你们不要我这个妹妹，真巧，我也不需要，是非不分，人云亦云的哥哥。兄弟俩本来就对沈清一有偏见，见他这么顶嘴，就越发觉得他不识好歹。你但凡有兰兰一半懂事，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讨厌你。别把你在乡下染上的不良风气带到首都，若你再敢败坏我们沈家的门风，我绝不轻饶。怎么回事？沈维军、赵秀芝刚回家，就听到儿女在争吵。沈南方巴不得哥嫂厌恶沈清一，好把那5张布票吐出来给他。女人快步走到赵秀芝面前，指着沈清一的裙子煽风点火：大哥大嫂，你们快看看沈清一的衣服，不仅破了，还有这么多褶皱，肯定是因为他跟野男人钻小树林。他在乡下就喜欢到处勾引人，蓝蓝珊珊都是清清白白的姑娘，被这个骚狐狸带坏了，可怎么办？赵秀芝也注意到了女儿肩膀上的布料有一点破损，其实她担心的是她是不是被人欺负了。女人上前轻轻握住沈清一的手：依依，今天你是不是遇到坏人了？不等沈清一开口，沈南方又翻着白眼冷笑：是奸夫吧？他这么不要脸，哪个男人会欺负他？一脸狐妹
妹子相看着就不是好东西。这话真的太过分了，沈维军忍不住暴喝出声。这是你一位长辈该说的话。依依，你告诉爸爸，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沈清一倒是没想到这一次沈维军夫妇愿意给他解释的机会，他沉默了片刻，如实说道：我今天算是见义勇为，摔了一跤。沈南方笑得直翻白眼，还挺会编。你是看有野男人需要个女人见义勇为，才跟他钻树林了吧？沈昭眉头拧得几乎能夹死苍蝇。爸，你就不该让人把沈清一接回来？景行亲口说的他作风真的有问题，你把他接回来，让兰兰怎么想？沈周向来听自家大哥的话，忙不迭说道：我觉得应该把他送回乡下，不能让他继续在首都勾三搭四。见两位侄子都跟他站在同一条战线，沈南方越发底气十足地挺直了腰板。你说你见义勇为，那谁能给你作证？沈清一没说话，他的视线凌厉地刺在沈南方身上。前世大家的思想已经相对开放，造女生黄谣都能对无辜女生造成特别不好的影响，更何况在这个动荡的年代，沈南方这行为真的太恶心人了。幸好今天那两位警察见过他，正想着怎么去联系那两位警察，虚掩的客厅大门就被推开了。顾晴川端着一盘点心走了进来，他本来不想回家的，但今天爷爷顾首长过来了，点名要见大孙子，他就只能回来一趟。江河做完点心后，就支派他去拿给沈家。小川，你过来了。沈南方想让许珊珊嫁进顾家，所以对顾晴川的态度特别好。我知道你这孩子向来懂事，你也过来评评理。沈清一的衣服都破了，裙摆还皱成这样，肯定是跟野男人钻林子了。这孩子竟然还好意思说自己是见义勇为，你说他是不是太无耻了？沈若兰也希望顾晴川听了沈南方的话，能对沈清一生出憎恶与鄙夷。二人都眼巴巴地望着他，谁知男人开口就是维护的话。沈清一今天的确见义勇为了，他为了救一个小姑娘，所以才摔了一跤。当时我恰好路过看到了那一幕，警察也过去了。若你们不信，可以去问那两位警察。顾晴川依旧不喜欢沈清一，但他是军人，不会纵容沈南方继续造谣。沈叔赵姨，这是我妈做的点心，我就先回去了。言毕，顾晴川没再停留，就往外面走去。沈南方没想到沈清一这细胳膊细腿的竟真能见义勇为，惊得好一会儿都无法回神。沈清一也微微有些震惊，顾晴川竟会帮他说话，不过他也不会自作多情，毕竟他今天才刚警告过自己。沈维军看向沈清一的眸中多了几分赞赏，没想到依依竟然会见义勇为，不愧是我们沈家的女儿。刹那间，沈若兰脸上的血色褪尽，她死死地咬住唇，差点无法压制住眸中狰狞的恨意。沈清一是沈家的女儿，那我沈若兰算什么？顾晴川还护着沈清一这只狐狸精，果真这个贱人回来就是为了抢走本该属于我的一切，我一定要让这个乡巴佬付出代价。赵秀芝也是瞬间就对沈南方冷了脸。沈南方，你这次真的太过分了，以后你再敢乱造谣就搬出去，我们沈家不需要长舌妇。今天你必须向依依道歉，还有我之前答应给你买的自行车，你想都别想。沈南方气哭了，他那么要面子还是长辈，怎么可能向沈清一道歉？而且他向来爱财，那辆飞鸽牌自行车将近180块钱，一下子损失这么多钱，这简直就是要他的命。他恨恨地跺了下脚，就哭着往楼上跑去。沈昭两兄弟也没想到沈清一今天竟真的见义勇为了，想到他俩方才对他的态度那么差，二人都有些后悔。可他们若对这个后来的妹妹好，那势必会伤了沈若兰的心。他俩对视了一眼，默契地将沈清一忽略掉，拿出这次准备好的礼物，就开始争相的哄沈若兰。沈清一没心情欣赏他们的兄妹情深，直接就上了楼。今天白天从卫生站离开后，他又去了邮箱那边，果真顾晴川写了信给他，一开封女人就看到了，上面比例遒劲的汉字，自如其人，这话真的挺准的。莫名的沈清一又想到了河边的那一幕，其实他真的特别吃他的眼，也有点馋他的身子，可惜他厌恶他，所以沈清一也不会自讨没趣。再往下就看到了男人给的回复，他的梦想是保家卫国，愿国富民强，和亲海晏。他虽不愿意与现实中的顾晴川有深入的交流，可沈清一也不得不承认，这男人是一位十分不错的笔友。他之前给他回的那封信多是迎合与讨好，那这一次的回信更多的是真情实感。小说中原主给他下药，可他以为原主是害死程听雪的罪魁祸首，这两件事都不会再发生，那么顾晴川大概率不会再那么恨他。没了心理负担后，沈清一下笔如有神，洋洋洒洒竟给他写了2整页的回信。夜深人静，沈若兰悄悄地溜进了沈南方的房间，一进来看到的就是女人对着地上的珍珠高残还掉眼泪的画面。暗喜自己来的正是时候，她贴心地将1瓶白金霜放到他手中。大哥给我带了2瓶白金霜，我自己也用不了那么多，这是送给姑姑你的。真的？见沈若兰用力点头，沈南方瞬间破涕为笑。顾连产的白金霜可是比他的珍珠高贵多了，他觉得他没白疼这个侄女。有了比较，也是越发觉得沈清一不懂事了。沈南方关死房门，压低了声音：沈清一那个小贱人太有心机了，上次有江河给他作证，这次竟然能让小川帮他说话。沈若兰一向不会在别人手中留下画笔，她顿了下才接着说道：就算姐姐真做了什么事，没有人看到，或者抓住她和那些野男人在一起，也是没用的。姑姑，我们以后还是和姐姐好好相处吧。不可能！沈南方磨着牙嘶吼：这个狐妹子处处针对我，还害得
我被大哥大嫂责骂，我绝不会放过他。沈若兰继续劝并，暗暗拱火。这个姑姑又蠢又坏，听了她的话，哪怕不往沈清一被窝里塞个野男人，也得让她彻底声名狼藉。翌日下午，顾燕回刚从外面回来，就跑到了沈家。自从江河说了让他给沈清一讲题后，他就经常会来沈家。刚开始他也的确给沈清一讲了几道题，但很快顾燕回就发现沈清一比他更会做题，甚至好多他都不会的题，沈清一竟然都会。所以他现在来沈家已经不是为了指导学习了，而是向他请教自己不会的问题。沈南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嗑瓜子，出于礼貌，顾燕回跟他打了声招呼，正要拿着书上楼，谁知沈南方竟忽然起身拦在了他面前。怎么了？顾燕回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小回姑姑看着你长大，有些话必须得跟你说。他将他拉到一旁，压低了声音，你得防着点儿沈清一。顾燕回震惊到睁大了小鹿眼。沈清一那个小贱人，和村里好多男人都上过床，他还有很脏的那种病，小心靠近他，你也会被传染。总之，南方姑告诉你这些事，都是为了你好。我是真不希望你被沈清一那只狐狸精给骗了。其实沈南方对顾燕回说的这一番话，是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许珊珊。顾家这么好的人家，肯定要留给他的女儿才行。说完这话，沈南方就一脸期待地看着顾燕回，等着他跟自己一起贬低沈清一。没想到就听到了他极度冷漠的声音：我看不是依依有问题，而是你脑子快烂掉了。你说依依找男人，你亲眼看到过还是有证据？顾燕回向来讲义气，自己的朋友被人编排，他本来就很生气，现在看到沈南方支支吾吾，半天憋不出一个屁来的心虚模样，对他的厌恶又增加了好几分。既然你没亲眼看到过，也没有证据，你就是造谣。造谣不用付出代价，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南方姑你到处偷男人？怎么可能？沈南方急了，我清清白白，怎么可能到处偷男人？不等女人把话说完，顾燕回就冷漠地将她的声音截断。我说你偷男人，你知道急？你造谣抹黑依依，她难道就不会难过？造自己亲侄女的谣，可是会烂嘴巴的。南方姑，我劝你好自为之。沈南方指着他的背影，气得直喘粗气，正想嗑几个瓜子缓和一下，谁知好几个瓜子壳卡在他喉咙里，呛得他脸都青了。救命啊！幸好赵秀芝下班回家，看到他这副鬼样子后，用镊子帮他取了出来。他把这一切都怪到沈清一头上，越发恨极了他。顾燕回急着向沈清一请教问题，见沈清一的房门半开着，他轻轻敲了下门，就推开门走了进去。结果沈清一竟然没在房间，两人一起学习的时候都是开着房门坦坦荡荡。他将房门完全敞开，正想再看一遍自己不会的那几道题，就注意到书桌上竟然放着几张信纸，而上面写着的居然是他最近疯狂迷恋的那部武侠小说《英雄志》还未发表的章节。顾燕回还未从极度的震惊中回神，就看到了书桌另一侧放着的那封信，信封上写着一清收。顾燕回激动的上蹿下跳，看到沈清一过来，他更是兴奋的双眼直冒星星。依依，你竟然是依清，我真的见到活着的依清先生了。沈清一看到桌子上他还没来得及收起的信件与手稿，顿时明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依依，你真的太厉害了，你简直就是我的偶像。顾燕回，你给我冷静一下。被自己偶像嫌弃，少年也意识到自己太荒唐了，连忙捂了下嘴。依依，我能不能先看一眼你新写的这一张？沈清一对顾燕回印象挺好的，先给他看没什么问题，于是轻轻的点了点头。顾燕回又激动的一蹦老高，他紧张的搓了下手，还是厚着脸皮问了句：那是不是你以后写出来我都可以先看一眼？见少年要急坏了，沈清一才不疾不徐的说道：可以，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得帮我保守秘密，不可以告诉任何人我就是依清。顾燕回越发觉得沈清一真的太好了。依依，你放心，我嘴可严了，就算别人把刀子抵在我脖子上，我也不会出卖你。他小心而珍重地捧起沈清一的手稿，脸上是掩盖不住的欢喜与激动。直到从沈家离开，顾燕回依旧处于难以言喻的激动之中。下楼的时候身体都是飘的，但这副格外荡漾的模样，看在沈南方和沈若兰的眼中却不是那么回事。他俩都默契地觉得顾燕回跟沈清一是看对眼了。沈若兰恨得牙痒痒，自己喜欢顾晴川，一直都把顾燕回当成未来的小叔子，平日里没少做讨好他的事，可他对他的态度一直是不冷不热。沈若兰也知道许珊珊喜欢顾燕回的事，她快速压下眸中的狠意，转而看向沈南方。顾三哥对姐姐真的很不一般。沈清一那个贱人也配？女人狠狠地唾了一口。且等着吧，那只狐狸精不是想进文工团吗？我会让她身败名裂，让她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沈若兰的唇角止不住轻轻上扬，以沈南方的恶劣程度，她肯定会想办法在考试前毁了沈清一，自己只需要等着看好戏就好。顾燕回的兴奋心情只维持到了大哥打来电话的这一刻。听出电话那头的人是顾晴川，本来还相当嘚瑟的少年，瞬间就变成了双打的茄子。前不久他听说过爸妈想撮合大哥和一，结果大哥死活不同意。若是大哥点头，他最好的朋友或许还能变成他大嫂，亲上加亲多好。都怪大哥，他有气无力地耷拉下脑袋。大哥，你找爸妈是不是？他俩还没回来，一会儿再让他们给你回过去吧。我不找爸妈就是找你。今天早晨江河给顾晴川打电话，说了他打算撮合沈清一跟顾燕回的事，还很兴奋地说他俩相处的十分不错。他告诉江河，沈清一与顾燕回不合适，可母亲完全不听，他就只能给顾燕回打电话。小辉以后离沈清一远点，他不是什么好人。顾燕回向来敬畏自家武力值爆棚的大哥，但他也最是讲义气，下意识地帮他说话。大哥，依依她真的很好，她特别聪明，我不会做的题她竟然都会。大哥，你是不是对依依有误会啊？顾晴川微微地愣了下，就算他很聪明，也改变不了他总想给男人下药的事实。他沉默了片刻，还是又说了一遍：离沈清一远点，小心被他算计了。顾燕回急得脖子都红了，他真的特别厉害。大哥，你知不知道依依她就是他是真想告诉自家大哥，沈清一就是《英雄志》的作者，但想到他答应过沈清一会帮他保守秘密，他还是用力捏住了自己的上下唇。
总之依依特别好，我和她是好朋友。大哥，你以后要是再说依依不好，我会生气的。说完他就连忙挂断了电话。听着话筒中的嘟嘟声，顾晴川的俊脸附上了一层浓重的黑雾。沈清一大概率是盯上了率真单纯的3弟，但顾燕回现在这么维护他，自己再劝显然他也不会听的。他只能想办法阻止沈清一给他下药。几乎是顾晴川刚打完电话，顾时旭就捧着一封信神神秘秘地凑了过来。团长，你的信。他指着信封上的顾晴川轻启几个字。团长，我怎么觉得这像是女孩子的字体？你该不会是偷偷谈恋爱了吧？顾晴川没谈恋爱，但听着男人调侃的话，他还是莫名红了脸。顾时旭跟顾晴川一个大院长大，两人是穿过一条裤子的发小，见这冷面阎王竟然红了脸，他觉得比看到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还稀奇，他忍不住凑到他面前打趣：该不会是沈若兰给你写的信吧？我上次休假回家碰到她，她还向我打听你了呢。顾晴川微微愣了下，才想起了这么个人。为了不影响他的名声，男人冷着脸呵斥了一句：别乱说。可顾晴川取出了信封后，却连起了一身冷意，甚至有些温柔。他所有的心神都被面前的信纸吸引。上次他问了一清一句他的梦想是什么，他说他特别喜欢跳舞，梦想是成为世界上最厉害的舞蹈家之一。现在想进文工团的舞蹈队，等高考恢复，他还想参加高考拿到大学文凭。他还要赚好多钱，给自己买好多漂亮衣服。透过文字，顾晴川仿佛看到了一个俏皮灵动的小姑娘，想着想着他不由失笑。现在他忽而就特别想见到她，想亲眼看到她财迷又臭美的可爱模样。听到顾晴川愉悦的笑声，顾时旭直接吓傻了。他认识这人这么多年，只听过他的冷笑，哪听过发小这般发自内心的畅快笑声。他扶着门结结巴巴地劝他：团长，你刚才笑得好荡漾，是不是生病了？闻言，顾晴川的俊脸瞬间冷了下来。他觉得顾时旭才有病，但他还想跟他换东西，还是冷着脸对他说了句：你身上还有没有布票？我用别的票跟你换。有。顾时旭平时也用不到布票，部队发的大多数他都攒了下来。最终顾晴川总共换了35尺布票，再加上自己那里还攥了65尺。给一清写完回信后，男人小心地将这些布票展开抚平，又都放进了里头。此刻已是深夜，顾晴川满心甜蜜地看着自己放在床头柜上的信，本以为会一夜好眠，谁知他今晚竟又梦见了沈清一。女人又穿了一件大红色的轻纱古装，衬得她一身血迹越发晶莹剔透，而穿着铠甲的自己也一步步地朝着床边走去。梦里的男人依旧无法沟通，他还小心翼翼地为她上药，那样的怜惜与真实，是不是很疼？以后还敢不敢再闹离家出走？沈清一气恼娇嗔地抬起脸：你再惹我生气，我还是会离家出走。忽然女人的嗔怪声戛然而止，男人蓦地凶狠地吻住了她的红唇。一生生世世我只要你。